好的，大家好，我是杨老師。現在我們正在學習的是 HSK 5級考前輔導課程。那這個課程呢，可以幫助大家複習和準備 HSK 5級考試。我們按照聽力、閱讀和寫作3個部分進行講解。那現在呢，是在進行聽力的第一部分的講解。那聽力的第一部分，你會看到 A、B、C、D 4個選項。你會聽到一個男的和一個女的的對話，對話之後你會聽到一個問題，你要根據你聽到的對話和問題來選擇正確的答案。這個問題呢，一共有20個，那這20個題目呢，有不同的類型，比如說有問態度的，有問地方的，有問時間的等等。那麼我們在前邊呢，已經向大家介紹了做這樣的題目的基本方法，也介紹了10種不同的類型。那現在呢，我們來學習第11種，就是狀況。什麼是狀況？就是怎麼了？發生什麼了？情況怎麼樣？什麼情況？這樣的問題。比如說，我們來看 A、B、C、D。A 呢是感冒了 ，B 是鼻子過敏 ，C 是剛做手術。D 是嗓子不舒服。那看到這4個選項的時候呢，大家知道這裡一定是有一個人，他現在身體不太舒服。那到底是哪裡不舒服？情況到底怎麼樣呢？我們要看一看啊，我們要聽一下對話才能知道。那一般來說，像这樣的 A、B、C、D， 一般來說是有一個問題，而且這個是不好的。或者是有一個變化，那這個變化也一定是不好的，所以大家要去關注它真正的問題是什麼。那大家呢，在聽這樣的對話的時候，一定要小心一點，可能會遇到的一個問題是什麼？那就是你會聽到2個答案啊，就是比如說 A、B、C、D 裡邊，可能你既可以聽到嗓子不舒服，又可能會聽到感冒這樣的詞彙。那需要你去確認的是哪一個是對的，這個是比較需要注意的問題。那在時間的部分，在地方的部分，我們都遇到了一樣的問題。題目本身並不是很難，但是我們在聽的時候聽到了2個詞，都好像是答案。那這呢，裡邊一定有一個是不對的，所以大家要注意的是哪一個對，哪一個不對。這個呢是需要大家去特別注意的內容，希望大家呢聽的時候小心一點。我們來看一下這個題目到底是哪一個正確呢？5，你感冒了嗎？怎麼一直打噴嚏？沒有，我鼻子有點過敏。男的怎麼了？好，問題是男的怎麼了？跟我們猜的是一樣的。那麼我們也是聽到了感冒了和鼻子有點過敏2個詞彙 ，A 和 B 我們都聽到了。那到底是選擇 A 還是選擇 B 呢？我們當然知道，他說的是你感冒了嗎？沒有，所以感冒是不對的。它的真正答案是鼻子有點過敏，答案應該要選擇 B。所以呢，這樣的問題就在於你會聽到2個一樣的啊，你會聽到2個，那有一個是對的，一個是錯的，你要去判斷哪一個對，哪一個錯，這個是需要大家小心的。我們現在呢，再來繼續看一看，這裡有 A 取消了 ，B 晚點了 ，C 上座率不高 ，D 正在緊急降落。那我們看呢 ，A、B、D 這3個都是關於飛機的啊，取消了就是這個飛機這個航班取消了啊，沒有了。那 B 是晚點了，應該7點到，但是8點才能到，那這是晚點。正在緊急降落，什麼叫緊急降落呢？就是飛機在飛的過程當中還沒有到這個地方，在飛的過程中突然遇到了問題，要降落在要馬上
降落在別的地方。比如說從雲南飛往北京的飛機，飛的過程當中遇到了一些問題，那它可能就停在了南京降落在南京，而且是非常突然、非常緊急的降落到南京。那這個就叫做緊急降落。那麼 A、B、D 都是可以是關於飛機的。那我們來看一下 C， 上座率不高。什麼叫上座率不高呢？這個一般來說是表演或者電影。比如說一場表演，它一共有1000個座位那買的人可能只有50个人買了很少有人来看没有很多人来看这个表演，那我們就說這個表演上座率不高。所以首先你要能夠明白 A、B、C、D 的意思是什麼。當然了，表演或者電影也可以取消，所以 A 和 C 可能都是關於電影和表演的。A、B、D 都是關於飛機的，那我們要注意到底是飛機還是表演。那另外呢，大家可能會覺得，老師，我怎麼去學習這樣的詞彙呢？你有沒有發現上座率？率你是知道的 rate 對嗎？座是座位，上座率其實呢你是可以根據漢字稍微的猜一下的。希望大家在這個方面呢多去下一點功夫，多去學習一下怎麼看漢字來猜詞的意思這個呢我們因為在這裡時間並不是很多，所以我們在這兒呢不會特別花非常多的時間去講。但是我希望在這裡可以提醒同學們，在學習一個詞彙的時候，你可以認真的去分析一下每一個字的意思是什麼，為什麼這幾個字組合在一起就有這樣的意思，從而呢它可以幫助你在讀一些新的詞的時候，只要你認識漢字，你看前邊後邊大概就可以猜出來這個詞的意思是什麼。這個是一種非常重要、非常有幫助的學習方法，希望對大家有所幫助。那我們現在呢來聽一下，到底是飛機還是表演？那它到底出了什麼問題？13，真糟糕，飛往倫敦的航班取消了。也不知道這大霧什麼時候才能停。飛往倫敦的航班怎麼了？好，那我們聽到的是飛往倫敦的航班，它是飛機，對嗎？真糟糕，飛往倫敦的航班取消了。你聽到了非常直接的答案，所以呢，答案應該要選擇 A。那老師在這裡呢，突然要問你一個問題，你知不知道為什麼航班取消了呢？如果我讓你聽一樣的對話，但是我在 A、B、C、D 裡邊問的是為什麼，問的是原因，那你能不能告訴我為什麼航班取消了？因為後邊可能男的在說什麼呢？男的說，是啊，不知道這個大霧什麼時候能停所以呢，航班取消的原因是有大霧那個 fog 大霧。好，那同學們在這裡有沒有發現，你先看了 A、B、C、D， 看了 A、B、C、D 以後呢，你只需要去聽 A 那個女的說什麼，你後邊的男的說什麼，其實對你來說已經不重要了。所以你的注意力只用放在航班取消了這個句子上面，對不對？那提前看 A、B、C、D 真的可以幫助你可以減少你的聽的壓力讓你很快的去找到你應該聽的內容，這個是非常有幫助的。好，這是我們的一個練習題。然後呢，現在我們再來看一下另外一個練習。那麼我們看到 A 曬黑了， B 過敏了， C 失眠了， D 後悔了。那這個4個也是問題，而且後邊都有了，說明是一個變化，以前沒有，現在有了。那麼到
到底是什麼問題呢？我们來看 A 曬黑了，大家知道是什麼意思嗎？這是所有的中國女人都不希望發生的事情啊！大家可能看到過，在夏天的時候，有很多中国的女孩子在外邊走的时候都打傘。為什麼打傘呢？因為她們不希望曬太陽，然後把自己的皮膚曬黑。那現在的中國呢，我們覺得白是美的，所以呢，我們不喜歡、不想被曬黑。那我們不知道這個人是不是被曬黑了。B 過敏了，大家都知道。C 失眠了，就是昨天晚上沒睡覺，或者是沒睡好、沒睡着。D 後悔了，我買了一件衣服，但是呢，我現在後悔了，我覺得我不應該買這件衣服，這個是後悔。那 A、B、C、D 到底是哪一個呢？我們要注意聽一下才能知道。好，現在聽一下。现在開始第1題。1. 一個禮拜不見，你怎麼變得這麼黑？曬的，我和朋友去海南玩了幾天。男的怎麼了？好，那麼同學們有沒有做出答案來呢？答案是什麼？我相信有很多同學能夠做對這個問題。雖然分開了，但是兩個詞我們都聽到了。你怎麼變得這麼黑？曬的，聽到了嗎？你怎麼變得這麼黑？曬的，所以它是曬黑了。為什麼會曬黑呢？因為他去海南玩了，所以答案應該要選擇 A。我相信同學們都已經做對了。那麼在怎麼了、怎麼樣，在注意變化的時候呢，大家要注意有一個詞非常重要，叫變得怎麼怎麼樣，或者是變怎麼怎麼樣了。比如說，1年不見，你變漂亮了。你怎麼變得這麼漂亮啊？你怎麼變得這麼瘦啊？這個變的後邊是形容詞 adjective， 這種句子是非常常見的表示變化的句子，所以請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那後邊呢，我們當然也可以看到，比如說漢語說得很流利、標準、地道。1個月不見，你的漢語怎麼說得這麼流利啦？你的漢語怎麼這麼地道啦？發生什麼事情啦？你可能 A、B、C、D 要選擇一下。游泳游得好，足球踢得好，圍棋下得好，跑得很快等等，這個都是程度方面的變化degree 它的變化。那這些變化呢，希望大家聽到的時候一定能夠明白到底是什麼意思。特別是像圍棋下得好下圍棋，那這個詞彙呢是5級的詞彙，是新詞，希望大家呢要記住它的意思。那現在呢，我們再來看一下這個剛才是我們的這個狀況那現在呢，我們來看一下看的是第12種，就是意見和評價。那意見和評價的部分呢，是關於問一個東西、一個事物或一個人怎麼樣覺得怎麼樣，認為怎麼樣，這樣的一些題目，或者是會問這個男的是什麼意思？他的意思是喜歡呀，還是不喜歡呀？是好呀，還是不好呀？那是這樣的一些問題。我們從 A、B、C、D 裡邊就可以看出來是什麼樣的問題。比如說 A 要認真準備， B 不用太緊張， C 以後要多練習， D 打算不參加會議了。那麼看 A、B、C、D， 特別是 A、B、C， 很有可能是關於這個人做的怎麼樣。那我們看一看到底是不是這樣的。7. 明天要在總結會上發言，我還是覺得自己準備的不夠。放鬆點兒，
你又不是第一次发言。难的主要是什麼意思？好，难的主要是什麼意思？他說的是放鬆點兒，你又不是第一次發言，所以難的意思是不用太緊張，對嗎？不用太緊張。好，答案應該要選擇 B。那麼同學們，我現在還有一個問題，就是難的是什麼態度？這個在 HSK 5級考試裡邊也會有，前面我們已經提過了，所以我想問的是，難的是什麼態度？放鬆點兒，你又不是第一次發言，這個態度是什麼？我相信同學們應該還記得，這個態度應該是安慰啊，是安慰的態度。好，那再來問一個問題，女的覺得自己準備的怎麼樣？如果我不問男的，我問女的，覺得自己準備的怎麼樣呢？大家還記得嗎？剛剛聽到的，女的覺得自己準備的還不太好啊，所以這裡邊啊，他們在討論準備的內容的時候，會涉及到關於怎麼樣、什麼意思這樣的問題，請大家在聽的時候一定要注意聽清楚他们的評價，他們的意見是怎麼樣的。好，那現在呢，我們再來看一個問題啊，我們先來看一下這個關於要做什麼、要怎麼樣啊一些詞彙，要認真準備，要多練習，要堅持學習，要珍惜時間，要少抽煙，要聽別人的建議啊。那麼這個在兩個人的對話當中呢，在 A、B、C、D 裡邊，你其實有可能會經常看到他們。這個就是關於評價或者是意見啊，或者是小的建議啊，關於這個一個人正在做一件什麼事情，那別人可能會給他一些建議，比如說像老師會給學生一些建議，那這些建議大概都有這些內容，大家可以學習一下，可能還有更多，也希望大家在下課以後呢，再去多看一看這個相關的詞組。好，那現在呢，我們再來看，如果是學生和老師、學生和教授的对話，他們常常会談到論文這個寫得怎麼樣了，或者是如果是公司裡的同事和老闆和同事，同事和同事之間，有可能會談到工作總結、工作報告寫得怎麼樣。那遇到這樣的問題的時候，你會聽到這樣的一些詞彙，比如說還需要修改，或者是提綱已經寫完了，但是還需要修改，或者是說邏輯性很強，或者是邏輯性不夠 ，logic 不太好，語言流暢，寫得非常順利，句子通順，句子沒有大的毛病，沒有大的問題，都是對的句子。那這些評價，關於文章或者報告或者論文的評價，在這裡大家也一定要記住你要去了解中國人是怎麼評價文章、論文總結的，然後你在看的時候能看懂，然後你在聽的時候也能夠聽出來他要說的內容是什麼。我們先來看這個 A， 準備寫提綱， B， 需要改題目， C， 完成一大半了， D， 需要調整結構。那麼我們看 A、B、C、D 的時候，我們大概可以猜出来，這個人正在寫論文或者是文章。那這個問題問的是什麼呢？他寫到哪一步了？他的進度怎麼樣？就是他是寫完了呢，還是還在準備呢？剛開始呢，還是完成一半了呢？這個是我們需要了解的內容，就是寫得怎麼樣啦？我們來聽一下他到底寫得怎麼樣了。你的總結寫得怎麼樣了？我才寫了個提綱，
領導讓我再調整一下結構。他的總結寫得怎麼樣了？才寫了一個提綱，寫了提綱，那好像沒有提綱，對不對？但是後邊還有一句，領導讓我再調整一下結構。那答案呢，就應該是 D， 領導讓我調整結構，所以是需要調整結構。那這個呢，大家我相信也應該能夠聽出來，因為這個是比較直接的一個句子相信是沒有問題的。但是可能很多同学如果沒有看過這樣的題目，第一次看到或者听到的時候呢，就會覺得不知道該怎麼辦，因為這些詞對你來說可能都有點陌生，不太熟悉。所以呢，建議大家 ABCD 裡邊的，還有這裡邊的所有的詞彙和說法，你都一定要記住。這樣的話，你在聽的時候，你真的在考試的時候遇到這個問題的話，你就會覺得沒有問題，我很熟悉，我聽到就馬上能夠選出來。所以先要對這些詞熟悉起來。那然後呢，我們再來看一個，也是表示評價的。那我們可以呢，先來看 ABCD。A 是非常好， B 是很業餘， C 是缺少美感， D 是時代感很強。這個一看就是評價，它可能是評價一個表演的，因為有很業餘，也可能是評價照片、電影的，都是有可能的。反正應該是一個藝術作品。那到底好不好呢？不過我們要先看一下，非常好，它很簡單。很業餘是什麼意思呢？很業餘比如說呢，在中國有一個打籃球的人，他叫姚明，他是專業運動員，他打籃球打得非常棒，他自己就是學習打籃球，一直打籃球的人，他是專業的運動員。我也喜歡打籃球，我常常和朋友打籃球，但是我沒有學過，我的工作也不是打籃球，我会打，但是我很業餘意思是我不專業的意思。缺少美感就是不夠美，時代感很強就是它反映了一個時代，對這個時代的這個情況表現得非常好，這叫時代感很強。那麼關於一個作品、一個演出、一個電影怎麼樣，我們在這裡還有很多評價，我們一起來學習一下。第一，很精彩，相信大家都知道。很休閒，衣服牛仔褲很休閒，襯衫很正式。很業餘，不專業。很清淡，這個菜沒有很多油，很清淡。很方便，簡單。演員很出色，就特別棒。看京劇很時髦。烤鴨很好吃，鞋的質量很好，進展很順利。活動很成功後面這兩個可能有一點點難，大家要注意看一下這些詞可能不太熟悉，需要再學習一下。如果有的詞不認識，下課以後去查。那麼這樣的表示評價的詞彙，大家一定要知道是什麼意思。所以一般來說呢，很有可能你看到的是有點難的，但是你听到的可能是比較簡單的描述。或者是你看到的非常簡單，但是听到的是像這樣的比較難的這樣的詞彙，你需要能夠判斷出來到底是好還是不好。那我們現在呢，來聽一下這個 ABCD 這個題目，這是第14題，到底好還是不好？一起來聽一下。14，這些人物照片全是你照的嗎？你真讓人佩服。謝謝，攝影是我的業餘愛好。男的認為這些照片拍得怎麼樣？好，
這個題目有點難了。那首先我們判斷一下，他們在評價什麼？是照片。但是我們沒有听到他到底說好還是不好，或者是我沒有听清楚他是怎麼說好或者不好的。但是可能有一個辦法可以幫助你，就是謝謝。謝謝的話，那肯定是好的吧，所以應該不是 B 也不是 C， 但是时代感應該也沒有聽到。那麼實際上呢，答案應該要選擇 A， 因為他說了你真讓人佩服，讓人佩服，你太棒了，你很厲害，我很佩服你啊 admire， 我很佩服你，就是因為你特別厲害，所以我覺得你很棒，我很佩服你啊，這是佩服的意思。所以你真讓人佩服，那一定是照片非常好，对嗎？好，這個應該要選擇 A， 而且你要注意，是男的認為照片怎麼樣，不是女的，因為女的要表示謙虛，對嗎？女的一定要表示謙虛，哎呀，哪裡哪裡呀，他會說這樣的話。但是男的是直接表達，哎呀，你的拍得非常好，真讓人佩服啊，這是非常好的意思。所以大家要注意的是，你可能不會聽到直接答案，是換一種說法。那你能不能從這種說法裡邊得到你要的這個答案呢？是需要你去認真聽、認真想的。好，這是我們的評價。那到這裡呢，我們就把5級 HSK 聽力的第一部分的所有的問題都已經講過了，12種問題啊。20個題目有12種問題，差不多都已經包括了。那麼有的題目像評價可能有1個，有的題目像做什麼可能有2個或者是3個。但是不管怎麼樣呢，希望大家呢通過我們的學習，第一比較了解 ABCD 怎麼去看，看了以後你要注意聽什麼。那第二就是在這個學習的過程當中，希望大家對我們在 PPT 上面給出的這些詞彙都能夠比較熟悉啊。當然不只是這些，在 HSK 5級的詞彙裡邊還會有更多跟這個有關係的詞，也希望大家在學習的時候呢，你注意一下。比如說你學到了一個詞是佩服，那你就要去想佩服這個詞人們怎麼用呢？什麼叫佩服呀？佩服的話意思是很好，對不对？那你要去想啊，你不但要明白意思，而且你能夠對這個詞再想一想更深的。聽力考試有可能會考這個，怎麼考呢？有可能會說讓人佩服，然後問你他的評價是什麼呀？是非常好。像這樣的內容，希望大家在學習詞彙的時候也能夠注意一下。好的，那麼到此呢，我們的聽力第一部分就講完了。之後呢，我們會進行聽力第2部分的講解，希望大家到時候認真的學習。好的，那我們休息一下。